是谁呢？日月帝国玩了一场大阴谋，我们所有人都上当了。时机已到，明天清晨就出发。布下此计的人，简直智谋卓绝。元帅，我们的目标是……在绝世唐门的117集预告中，霍雨浩与戴洛离滴血认亲，橘子学姐再次登场，已成为日月帝国3军统帅。在日月帝国攻打星罗帝国之时，霍雨浩立刻赶往前线营救代号。霍雨浩隐藏身份，成功救下代号，还缴获2架9级魂导器日月神针，并且通过亡灵之门救下无数士兵。此刻的霍雨浩再次返回军营，临走前代号承诺救命之恩必定报答。霍雨浩回到军营后，将所有情况都告诉了戴洛离。此刻的霍雨浩决定向戴洛离坦白自己的身份。霍雨浩准备了一种特殊的液体，用来进行滴血认亲。他在碗中滴入自己的血液后，让戴洛离也这样做。戴洛离虽然充满疑惑，但还是照做了。当2滴血液在碗中相遇，并最终融合在一起时，证明他们确实有血缘关系。戴洛离对此感到非常震惊。霍雨浩随后向戴洛离解释，他们都是白虎公爵的儿子，但母亲不同。霍雨浩的母亲曾是公爵府的丫鬟，地位低下，最终因病去世。戴洛离的母亲曾经善待他和他的母亲，对此他一直心怀感激。虽然霍雨浩对公爵府怀有怨恨，但他对戴洛离母子没有敌意。他告诉戴洛离，这次参军不是为了他，而是为了报效国家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军功，将来有朝一日能够堂堂正正地回到公爵府，为母亲讨回公道。戴洛离听完这些，深受触动，真诚地叫了霍雨浩一声哥哥。这声呼唤让一向坚强的霍雨浩情绪激动，流下了眼泪。他叮嘱戴洛离要保守这个秘密，尤其不能告诉他们的父亲。戴洛离答应保密，并表示会跟随霍雨浩，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。而此刻的霍雨浩察觉到战局中不寻常的迹象，心中充满不安。他发现日月帝国军队攻入星罗境内后，整整10天都没有进一步行动，这种停滞状态完全不符合常理。霍雨浩带着戴洛离一起来到前线探查，经过探查后，霍雨浩发现日月帝国之前的进攻其实是个幌子，目的是为了吸引全大陆的注意力，让各国派兵前来支援。等到各国兵力都被牵制在这里时，日月帝国就会露出真正的意图，他们的目标是天魂帝国。戴洛离听完这个分析，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虽然觉得这个推测很大胆，但也不得不承认其中确有道理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一边日月帝国的营地中，橘子学姐再次登场。此刻的橘子身穿红色铠甲，已经成为日月帝国的元帅。最初当皇帝徐天然任命橘子为3军统帅时，许多人都表示反对，认为让一个年轻女子担当如此重任太过轻率，但徐天然力排众议，坚持这个任命。如今橘子正在执行一个精心策划的作战方案，之前对星罗帝国的进攻只是佯攻，真正的目标其实是天魂帝国。他决心要一举攻到天斗城，而此刻的橘子内心还牵挂着霍雨浩，希望不要在战场上与他相遇。